为什么大家组织了很多大型的饭局啊，或者说这种社交聚会之后，总是觉得好像差那么点意思，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可能有哪些原因吧。那我觉得咱们可以先从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开始问起，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型的社交活动看上去大家热热闹闹的，但是其实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互动体验和满足感？对，其实就是我觉得这种聚会经常会出现一种，就是组织者很用心的在筹备，然后也花了很多钱，但是最后可能就是有的人在低头看手机，有的人在跟旁边人窃窃私语，远处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最后大家也没有觉得更亲近，可能还会觉得有点累，是吧？这个就感觉很可惜啊，投入了这么多精力、时间、金钱，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没错，对，就是从社会交换理论来讲的话，就是你的投入产出比是负的，对，所以就会让你觉得很失落，然后很疲惫，甚至会让你恐惧下一次再组织这样的活动。那我觉得背后可能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是因为当你这个群体变得很大的时候，每一个个体他的责任感就会下降。就比如说本来应该是大家一起共同承担的一个事情，最后就变成了少数人在忙活。第二个是人类的大脑它其实没有办法维持那么多的稳定的社交关系，所以你在一个很大的聚会当中，你其实没有办法跟每一个人都进行很深入的交流。第三个是当你这个群体越大的时候，人们对于公平的敏感度就会越高，所以就会很容易因为一些比如说谁参与的多谁参与的少啊，或者说谁的需求被满足了谁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啊等等，产生一些隐形的冲突，那这些都会让你的这个聚会的体验感下降。那为什么在一个大型的社交聚会当中，人越多，反而大家的参与度和互动的质量就会越低呢？对，这个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责任分散效应。就比如说拉塔内和达利他们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当你是唯一的一个旁观者的时候，你可能有80%-90%的概率会去帮助，但是当你旁边有5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就只有62%的概率会去帮助。然后同样的就是也有研究发现，当你的社交场合超过6个人的时候，每增加1个人，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己的责任少了一些，他参与的程度就会下降。再有就是评价焦虑，就是你会觉得我如果主动去跟别人聊天，会不会显得很奇怪？对，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大家会害怕被贴上一些标签，所以你就会更加谨慎。听起来就这些心理因素真的是很微妙，但是又很强大。没错，对，还有就是社会懈怠，就是当你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就降低自己的努力程度。就比如说有一个实验，就是让大家一起拉绳子，然后大家一起拉的时候，每个人平均使出的力气要比他自己单独拉的时候小很多。对，那同样的，在一个聚会当中，就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我不用那么努力的去贡献自己的价值，因为反正有别人在。对，再加上就是从众心理和群体极化，就会让大家为了去迎合群体的规范而压抑自己真实的想法，最后就会导致大家的这个互动就会停留在比较表面。再有就是对于组织者来讲，他为了去照顾到每一个人的需求，反而会让大家觉得被忽视了，或者说觉得有压力，所以就会导致整个这个聚会的氛围就会变得很紧张很不自然。那这个邓巴数字这个理论到底靠不靠谱呢？然后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对，邓巴他其实是根据对灵长类动物的大脑的研究，然后推测出来说人类的这个稳定的社交网络的上限是150人。它也有一些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些证据，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的平均人数啊，包括罗马军队的这个单位的人数啊，等等，都是在150人左右。它也把这个人类的社交关系分成了好几个嵌套的层级，比如说最核心的是5个人左右，这是你最亲密的支援群体，再往外是15个人，是你的同情群体，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再往外是50人，再往外是150人，是你的熟人。但是后来也有一些研究，比如说瑞典的一个研究小组，他们就通过重新分析数据，认为其实这个数字可能平均是290人，但是它的这个误差范围非常大，从2人到336人都有可能。看来这个理论还是挺有争议的哈。没错，对，而且还有人批评，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比如说女性可能普遍社交圈会更大一些，然后外向的人也会社交圈更大一些，包括他的这个研究样本主要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工业化社会，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代表非西方的文化。那另外就是在数字时代，就是社交媒体好像让我们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但是其实很多这种连接都是非常弱的连接。对，就像邓巴他自己也指出来的，就是你可能 Facebook 上面有几百个好友，但是你每天真正互动的可能还是那最核心的5个人。对，所以就是这个弱连接它可以很广，但是它没有办法取代你那几个非常深厚的关系。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数字时代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还是要去平衡你线上和线下的关系，以及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那在一个大型的群体的社交环境当中，为什么公平感这个东西会这么重要呢？因为人类对于公平是有一种天生的敏感的，而这个公平感的来源就是社会比较，就是你会把自己和跟你相似的人去进行比较，然后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被公平的对待了。所以在一个大型的聚会当中，就会很容易因为这种社会比较而产生不公平感。比如说大家 AA 制结账，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吃那么多，或者说我点的菜比较便宜，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付一样的钱？或者说有的人觉得我在这个聚会当中没有被重视，或者说我的喜好被忽略了等等吧，就会有很多这种。所以公平感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还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心理感受。没错，对，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不公平的这种负面的感受要比公平的这种正面的感受要强烈的多，而且它还会传染。就比如说在一个聚会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觉得不公平，他表现出来一些负面情绪，那可能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氛围。对，所以就是这个公平感，它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这个聚会的质量和群体的凝聚力。对，那另外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组织者能够展现出很高的互动公平，就是你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给他们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等等的，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大家对于结果不公平的这种负面感受。而且如果你的这个公平的对待是你自愿的发出来的，而不是说被迫的，那会让大家觉得更加的积极。为什么小群体的社交聚会会更有利于大家产生深层的连结呢？对，因为研究发现，就是当你超过8个人的时候，这个群体的愉悦感和情感亲密度就会明显的下降。然后5个人左右是一个最佳的人数。那在小群体里面，大家就会更容易去敞开自己，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对话和分享。那这种分享不光可以拉近你们的关系，而且会触发你大脑中的内啡肽的释放，会给你带来一种幸福的感觉，甚至可以帮你缓解压力。听起来小群体确实会给人带来一些很独特的心理上的好处。没错，对。而且小群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沟通效率会比较高，然后每一个人的参与度也会比较高，你会觉得自己的贡献是被看到的。对，包括小群体也更容易去建立一种脆弱和连结的良性循环，就是我在你面前展现我的脆弱，我得到了你的支持和理解，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深厚。这种关系的质量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有研究表明，就是一个人他的社交互动水平比较低，对他的健康的影响相当于每天抽15支烟。那我们在组织一个社交聚会的时候，要怎么做才能让它变得更有意义呢？对，其实就是你要去针对我前面说的那些大型聚会容易出现的问题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要控制规模，就人数最好不要超过6个。如果超过6个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分桌或者说分组，就是一定要让这个交流的范围是可控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设计一些破冰的活动，或者说一些引导性的话题，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的参与进来。同时组织者一定要注意去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鼓励大家去分享，并且认可大家的贡献，营造一个比较安全的氛围，让大家可以更自由的表达。听起来这些策略都很实用啊，尤其是对于想要改善互动效果的聚会。没错，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公平性，比如说费用的分摊啊，一定要透明，包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偏好，尽量让大家都有比较平等的发言机会等等。再有就是，其实你不一定非要局限在传统的聚餐的形式，你也可以尝试一些更有创意的，比如说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兴趣或者目标来组织这个聚会。对，包括你可以定期的跟你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人进行一些有深度的互动，而不是说追求一个很大的社交网络。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提升你这个聚会的意义的。你觉得一个成功的社交聚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对，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交聚会其实不应该用规模来衡量，而是应该用质量来衡量。就是你在这个聚会当中获得了多少深度的连结。那其实大型的聚会，因为它没有办法逾越人类的这个认知的极限，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就是大家互动不够深入，然后个体的责任感下降等等这些问题。那反而小型的聚会更容易让我们去建立那种脆弱和连结的良性循环，带来幸福的感觉和对我们身心健康的提升。所以说，与其追求那种表面上的热热闹闹，不如真的花点时间精力在小型的聚会当中去跟大家建立深度的关系。没错，就是要追求质量而不是数量。对，就是你有多少个真正的可以给你提供情感支持的这种知己，
要比你有多少泛泛之交要重要的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社交的成功不是在于你认识了多少人，或者说你举办了多么盛大的一个派对，而是在于你用心经营了多少有意义的关系。今天我们聊了关于为什么大型社交聚会常常让人觉得差强人意，然后包括从责任分散到等巴数字再到公平感的重要性，最后我们还是回归到了小型群体的力量和深度关系的价值。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